今天的极进中兵，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看棋方法。因为稍微不注意的话，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自我满足的状态，往往走出漏招。我们就快速进入棋局。这里也是对上一个视频内容的变化延续。前面都是常规的定式走法。黑方称是补后中路，红方再次因为有当头炮，它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打通中路。黑方针对当头炮的反击策略就是它的底象，是它的致命的缺点，采取3七路进行反击。红方上马，黑方进卒吃掉。此时再上马，快马加鞭攻击黑方的3路马。黑方先退，保留实力，红方进兵吃掉。吃完之后，这里黑方是有反击手段的。看起来红方是车马炮兵4个大子已经兵临城下围攻上来。黑方选择后发制人，马7进8，回马踩车进炮打象，可以说一招两用。当然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红方如果说走车4平3的话，黑方直接重炮打车，这招棋凶狠无比。稍微应对不得当的话，红方并不占便宜。本局我们继续延续为大家分享特级大师王家良在这里走出了新式的走法，选择退车。黑方必然是进炮先打底象，先手来一个将军，此时称是，接下来上马踩掉兵。这一连续的走法就是结合车马炮兵4个大子在空虚的左翼展开一定的攻势。那么接下来是红方行棋，红方有当头炮，有先锋小兵的话，采取先摆兵来一个将军。那么黑方在这里正招就是马4进5，因为如果说走炮2平5的话，这样的话反而黑方立刻会速败。前面一局我们介绍到了，本局棋我们再稍微点一下，因为红方一旦上马的话，这里跳马就是个杀招，你即便是马跳出来的话，将来这里先卧槽跳马再平炮的话，同样红方快速能够决胜。那我们就直接为大家介绍他的正招，就是马4进5。此时红方再次跳马，黑方接下来有进车，当然他还有第二个走法，选择炮2进2。这2个走法先后走的话，差异并不会太大。因为先进炮的话，主要目的平炮到中路，先来一个牵制，结合将来车马炮卒4个子从左翼展开进攻。之所以为什么没有先进车而是先进炮呢？这里也是因为红方内道有一个车，随时能够退回来进行防守。那么走到这里，这个炮还是有很大的威力，不太容易被红方发现。当然呢，大师对弈的话肯定是心思缜密，每步棋都在掌握之中。这里既有进炮挡，还有进兵。本局棋我们继续看它第一个变化，进炮格挡，最后一个正招。当然走到这里，黑方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车8进9，下底的话下一步就有炮2单杀。红方在这里先下手，选择跳马1将军，将5平4，接下来炮8平6。这里前面我们讲过了，是不能称是吃马的，因为这里一吃的话，再次一进兵就有杀招。当然呢，前面当前局面黑方这里有4个应法，我们为大家分享了3个。第一个就是先放任不管，选择快速出子，车1平2，那这里红方是快速杀棋。第二个呢是选择跳马，第3个是平炮打掉底势，先手将军，然后趁机退炮打掉兵。看起来很不错，实际上这3个走法黑方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本局棋我们介绍它第4个正招，就是炮2平4，在这里进行防守。那么当前局面红方依然是上马将军，这里看起来红方来势汹汹，实际上黑方也是给红方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陷阱。
现在跳马将着军，黑方首先说明他不能走将4进1，比较好的就是回到王位。首先，如果说进将的话，那红方当然是进兵进行一个连杀。此时仅此一步，选择乘势吃掉。接下来进车一将的话，好了，只能选择乘势。内道有炮，他的子列备受牵制，仅此乘势一步。接下来红方当头炮再次发挥威力，红方借助后方的炮啊，平车砍掉中士，就是个杀招。所以说啊，他比较稳妥的就只能回到王位。当红方跳马将军的时候，黑方仅此一个正确的走法，就是将4平5。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展开进攻呢？红方选择进兵。那么黑方在这里下一步棋该如何进行？是出车呢，还是在这里展开一定的攻势呢？如果说此时平炮一打的话，他这里一退势，显然车炮分隔开了，黑方就没有什么攻势。黑方这里有一步好棋，选择跳马。这里回马踩着车，这个局面就是今天的重点了。大家在这里来看一看，换作是你的话，是走这个车呢，还是选择进兵？这里进行将进攻进行到底呢？因为下一步棋进兵的话就是个杀棋，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局面呢所蒙蔽。因为你一旦进兵的话，黑方上马先踩掉车，先手来一将军，你势必乘势吃掉。此时他再来个退炮一将的话，只能将5进1，接下来平炮打掉。好了，这里连连夺先，同时炮还瞄着这个兵，你现在进兵底线将军完全是没有用啊。当然呢，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此时进兵的话，你退炮打的话，我这里不是回马将军就绝杀了吗？黑方一招进炮卡马的话，红方的攻势全无。然而黑方接下来是兵强马壮，子力明显占优。所以在这里关键棋局的时候，红方还得心思缜密一下，进兵反而是个败招。那必然正确的走法就是要把这个车走开，而且大家很容易走出这一步棋退车，因为这里退车啊，感觉这里牵制着马呀，但是黑方在这里反而有先杀，跳马一将军你只能选择吃掉。接下来黑方一退炮，或者说平炮打士，这里就明显的承压车杀法，反而这个车啊位置退的不对。好，那么在这里上马踩着车的时候，红方比较好的就是把这个车啊给长起来。接下来黑方选择平炮打士，先手将军，这也是必然的走法。红方仅此选择退士，黑方再次上马踩掉士，然后回马的话就是一个钓鱼马杀法。那么现在红方能不能退车吃马呢？我们稍作演变，如果说退车吃掉的话，那这里显然是平炮打掉，看起来你再次进兵了，我下一步棋就是杀，但是黑方有一个先行之力，退炮过来，先手将着军，然后平炮，把这个小兵一消掉的话，红方的攻势当然被瓦解，黑方接下来快速出车，反而黑方啊双炮双车，黑方反而能够锁定胜局。所以红方在这里贪吃马的话显然是败招，但是又不能不防啊，这里一退马的话就是个钓鱼马杀棋，红方的关键招法就是退车，把这个马先按住，此时你再跳出来的话，我进帅暂解燃眉之急，反而我先手进兵的话，同样这里啊指日可待。但是接下来黑方根据红方进攻的思路展开了一个有力的反击，红方主要是这个当头炮使得他中路非常的厉害，结合这个马呀金钩马使得他老将不能动，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当头炮，此时退车抓炮，红方选择回马吃掉卒，同时保住这个炮，看起来很不错。
下一步棋再次冲兵啊。但是黑方选择进炮一卡中马腿的话，使得中炮脱根，红方只好选择退回来。接下来黑方快速出车，准备把这个车啊走出来，采取一定的防守和进攻。红方进兵，下一步棋就是杀招。黑方此时一招平车，锁定胜势。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大家会认为，现在我在冲兵的话，为什么黑方能够锁定胜势呢？现在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炮你是不敢吃的，这个马的话你同样也不敢吃。如果说平帅吃马的话，这里进车吃，同时还有反打的话，将来这里红方会丢一大串。这个局面之下，黑方双车比较通透，同时对红方还是有一定的牵制。好了，棋友们，有兴趣的大家不妨把接下来这个局面再次往下发展一下，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精彩的。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